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述一下，假如你今天在越南撩妹，或是在越南泡妞，你需要注意到哪一些事情，才不会触犯到地雷，也就是说碰到越南的风俗文化跟一些该不该有的一些禁忌。越南语的撩妹就是打挨。假如你是初次认识女孩子，在双方还没有很熟的情况下，不要用中文的思维去讲越文，也就是说约女孩子出去玩。那这种在中文的思维约女孩子出去玩，在我们中文的思维是很正常的，可是在越南语却是一个禁忌。那为什么呢？因为越南语翻译过来 đi chơi 就是去玩的意思。那 đi chơi 这个字在越南语它是一个双关语，它是带有别一种的意思。所以你如果要约女孩子初次见面，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讲说我们你哪时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去哪狗狼不按đi chơi，那这句话在越南语是非常的禁忌。đi chơi 这个在越南语的双关语，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接近中文我们讲的 QK 休息的意思，讲难听一点就是指约炮的意思。我在越南在这个用语的时候，我初次认识女孩子，我就踩过这一次的地雷。我个人就曾经有一次在跟人家聊天的过程，我就直接使用了打字的时候呢，因为跟对方是用亚罗聊天，然后就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不小心用了đi chơi，就是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出去玩，去哪果然đi chơi，结果当场对方就跟我翻脸了，然后把我骂了一顿，然后就离开了。在越南的正常社交的约女生的动作，基本上都是用喝咖啡的这一个社交活动。所以你如果是想约女生，你初次见面，那我建议你就是用约喝咖啡的方式，你就是可以跟对方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咖啡，去喝咖啡的意思。那这个在越南的是属于大家的正常的社交活动，也就是标准的社交活动。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越南，他们越南女生最注重的两种日子，分别就是指妇女节还有生日，这两个是越南的重要的两个节日，你一定要去记住她的生日，然后你要去记住越南的妇女节。那越南的妇女节有两个时间点，越南的妇女节有2天，那这2天你要做什么？记住，这2天女生一定要去送花给女生，这个是越南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基本的活动。他非常去注重女生在当天男生要送女生的花朵，他非常重视这一块。而且你要是如果你已经是男女朋友，如果你那一天没有送花，基本上你就是该死，你就是罪过，你就准备分手吧。越南人也非常的注重生日，如果你是女方那一天是生日时间，他一定会收到很多的花朵，而且也会收到生日蛋糕。最主要，如果你跟他是男女朋友，那你一定要送蛋糕跟花，这2个是必备。那接下来讲的第3样就是宗教。那越南它有很多的宗教在里面，其中最大的2宗分别是佛教跟天主教。越南70%的人口基本上是没有信奉任何的宗教，或者是属于基本的民间信仰，但是他们在天主教跟佛教却是目前是最大宗的。那天主教基本上它占了大概有7% 的人口，那佛教大概有占8% 的人口。那你要知道，如果你是跟着天主教在一起的话，那你礼拜天一定要陪着去弥撒，而且他们如果是非常虔诚的话，通常会接受教义，而且天主教的教义是不接受婚前性行为的。然后呢，你还要陪他去弥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还要去上婚前教育的课程，你要请假7天去上婚前教育。如果你没有去上这个课程，你的婚礼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是佛教的话，基本上问题就比较少，但是你要注意到他们很多人是初一十五，他们是吃素的。所以如果你是跟他们在约会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如果他是信奉佛教，是比较虔诚的，那初一十五的那一天，
你要陪他一起去吃素。接下来我们第4样要讲的就是越南女生在约会时候的消费习惯。在越南的消费习惯，如果你跟女生约会，基本上在越南是没有所谓的 AA 制的，也就是说你跟她约会，基本上在他们的观念全都是由男士买单，不可能有存在的所谓的 AA 制的这种观念与想法。在越南，你要交越南女朋友，你的口袋必须要够深，所以而且女性很容易被物化。接下来的第5项就是在越南很多的传统家庭，他的父母的家庭大于你的个人，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听父母的话。那很多在越南的家庭里面，他父母讲话就几乎是有如圣旨，就必须一定要如听从。有时候呢，对方的父母亲很希望把女儿嫁给你，如果你跟对方的父母很熟的话，对方的父母如果很喜欢你，基本上他的女儿很容易就会听话的就嫁给你了。早期很多人嫁来台湾，透过于中介的过来台湾，但是很多是受到父母的影响，然后被父母的强迫，然后嫁过来台湾。然后很多人逃婚也是受制于对方那一方面的父母的影响，而最后呢逃离了自己在台湾的这一个家庭。那因为在越南，他们的父母的家庭的地位大于他个人的地位。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他们的社交软体。基本上认识女孩子，你还是要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可是如果说你联络上她，你要到了对方的手机的号码，那基本上因为越南人99.9%都是用 Yalo 这一套软体当做他们的联络通讯管道。那至于交友软体的话，基本上都是把度这一套。那如果你要认识女孩子，基本上是使用把度这一套 APP 软体，那有手机的版本，也有电脑的版本。我们今天大概把交友的该注意的事项大致上讲完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